Hello，大家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小哥哥。那今天这个小哥哥呢，他的头发呢是属于带点沙发、蓬松、比较毛躁的这么一个发质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头发呢，我们会帮他全头去做一个服帖啊。那其实客人的头发是比较蓬松的，那客人的他的一个需求点就是什么？你帮我头发做的不要那么毛躁，有质感一点。如果说顾客的头发呢是属于比较细软、扁塌、服帖的，他希望头发呢能够蓬松，看起来显多一点点。所以呢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今天是帮他去做一个全头服帖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一个修剪。好，我们先转一圈，在修剪之前，我们来转一圈，先看一下啊。好，在修剪之前呢，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进行一个分区，先前后分区。同样，从转折面从转折面到后枕骨，另一侧同样的一个方法。前后分区，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把区先分好，把区分干净。那在修剪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选择用50%的牙剪。指上指下，头发比较毛躁，那我们把它旁边在修的时候呢，一定要修的要干净，轮廓剪出来。好，后部也是一样哦，转到侧面来，好，这个后部都要带自然卷啊。上面在剪的时候，一定需要什么留一个过渡，不要把它全部给它什么直上，全部剪掉啊。也就是我们在侧面的时候，在侧面我们剪的是一个方形，当然在后部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能够直上直下了，适当的要保留上侧的一点点长度。
好，两边再检查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剪的是这样一个大致的一个形状。而旁边的头发呢，我们现在用推剪，用雕刻剪。把我们的轮廓剪出来。那么在剪这个轮廓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先确定好我们鬓角的一个宽度。好，然后上侧呢直接画一个 C 型。也就是我们在用推剪的时候呢，首先第一个一定要有支点。好，我们画到哪里？画到我们的耳上点啊。好，画到耳上点以后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从哪里？从后面开始。好，找到我们想要切掉这个长度。在做服贴烫之前，一定要把这个轮廓，一定要把它什么全部修。如果我们在做服贴烫之前，你没有把这些轮廓修掉，那你发现到最后呢，服贴烫做完以后，最后在梳下来的时候呢，这些头发会变长。如果它耳朵这个位置啊，特别是耳朵这个位置，如果说你没有把它这个修掉，那最终的时候呢，它会过于太长。所以在梳的时候呢，梳的是不顺的。好，我们先把它这一次修好这样一个大致的一个形状。做完服贴烫以后还是要修的，因为它有一些自然卷的一些头发，你会把它梳顺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把它大致的这么一个形状、形体绣好。好，接下来上层的头发。低角度拉出来，不要带太大张力啊。好，直接也是这样，深刻痕。后部斜向分线，好，做的时候呢，让它往后这么一个流向感，都是低角度。再加上这个深刻痕啊，那在剪深刻痕的时候，一定记住，你不是这样去剪啊，这样去剪只是叫点剪，跟平剪没太大区别。那在剪深刻痕的时候，好，把头发拉出来，手指一定要去张开，手指张开，好，这样剪刀才叫做什么深刻痕。都是低角度，带点 C 型梳理。当我把头发往前 C 型梳理的时候，好，这样剪完后呢，它会有什么产生往后走的一个流向感。中间做一个交叉，整个一个结构、一个形状修剪已经是完成。好，我们的顶部。发片有往后靠啊，
发片是向后靠的。那我们发片在剪头发的时候，发片是随头缘向前靠和向后靠，它的都是不一样啊。如果把这个发片我们拉出来是在向后靠，那你看它是放长的前侧，顶部这个位置是最短的，那这个位置呢就会松起来。那如果说同样这个发片我们拉出来以后呢，我把它是向前靠一片，那你会发现它的顶部这个位置后面是长，前面是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的顶部做完以后呢就不会那么蓬松，所以这个呢是有区别啊。那我们现在呢，整个一个长度现在已经是完成，所以接下来的话呢，我们就进行一个烫发。当然，这是我们一个初步的一个修剪，到最后做完以后呢，我们还会什么去进行一个修饰，还进行一个细节的一个处理啊。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服帖烫。好，那我把它进行了一个分区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那其实这个分区呢，就是我们刚才在修剪头发的时候分区是一样。那为什么要把它进这样一个分区？因为说我们所有在做服帖的时候，要记住，只有枕骨以下的头发，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才想要把它去做服帖。那枕骨以上的头发，在做服帖的时候呢，不是说一定要把头发做的多少服帖，只是说它的头发带点自然卷蓬松，那我们只要相对来讲把它做服帖就可以了。所以，那你想把它做服帖的话呢，又不要做的那么服帖，那也就是说通过时间去控制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定是先刷哪里？先刷下侧的头发，是吧？好，来我们开始操作。在操作之前，首先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一定是干嘛？检查顾客的头皮。检查顾客头皮，看看有没有红点以及破皮的以及痘的地方。那如果有，我们可以一定要去涂抹隔离，因为他的头皮呢，稍微看起来有点点敏感，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可以轻微的抹点什么隔离，或者说抹点护理。所以我们在旁边头发呢，皮肤上面去抹上什么护理。如果说有一些痘痘或者说是破皮的地方，记住啊，一定要什么去做隔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涂抹。在涂抹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它挑开。一层一层的去涂。
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有耐心，仔细一点，不然呢会影响最后的效果。发片要薄点啊，不要太厚。特别是到后面头发比较厚的地方，头发越厚越多越硬的这种地方，那我们的量在刷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稍微什么适当稍微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次呢，把它照在枕骨以下就可以。第一遍的时候呢，可以我们先快速的去涂抹。前面这个呢，我们的流向是要往后走，所以把它是往后再梳。要改变它的一个流向。好，整个呢下侧的一个静态区域已经是完成，所以接下来呢，我们等5分钟，5分钟以后，我们开始去涂抹上层。好，那接下来下面的时间已经到了，接下来我们再操作上面的部分。在操作头上顶部这个区域的部分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我们在划分了一个分界线，就是我刚才在分区域的时候把它划分出来的。好，我们把它是做了一个头颅线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分出来，分出来以后呢，记住啊，在做服帖烫的时候呢，头旋的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后头部，头旋这个位置一定是属于什么？最后再刷。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划分圆形的一个分区。这个是决定我们整个头型当中后头部最饱满的这么一个区域。
好，把这个区域我们先给它夹起来。好，那其他这些区域呢也是一样啊，我们稍后再做。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？从前面这个位置开始先刷。有些人的发际线，记住啊，有些人的发际线呢它比较低，会往前面走的这种。好，我们从哪里开始刷呢？从前侧这个位置开始先刷。这样去把它去刷完，也就是说我们把它去做一个什么往上走。这是我们中心点的这个地方。那个发质。好，把它刷完以后，让它的一个往上贴合的一个效果更好。好，也是一样，贴上一张发纸。好，我们把它这样什么给它贴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前侧其他这些区域，这些区域我们在做的时候呢，我想要去改变它的一个流向。当想要去改变它这个流向的时候，我们就一定什么去刷发根。如果我们不想去改变它的一个流向，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去刷到它的发根。这边呢，我们要把它做的稍微向后的一个流向，要做贴一点，所以我们把它是往后刷。后部的这些头发不要刷到发根，我们刷到是发中。发根的位置，通过我们梳子在梳的时候，轻微的带点点药水就可以了。不要贴着头皮刷。发片可以分得厚一点，不需要像下层分得那么薄，一层一层的把它刷得很贴。如果发梢比较受损，发梢先不要去刷，发梢不要刷。把发梢留出来，
好，后面同样的方式。发烧流出来，我们到最后的刷，最后的时候呢，也是让我们里面再加上护理，也就是说剩余的药水当中加护理进去。好，这侧不要去改变它的一个流向。好，剩下里面再加点护理。好，我们剩下的这些药水里面再加上护理。好，表面这个位置在涂抹的时候呢，都没有去涂抹到我的什么发根，都没有涂抹到发根啊，都是在发干，因为它本身头发呢是带点沙发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药水再涂抹上去，也就是说，在加了护理的这个药水以后呢，它可以降低它的一个药性的。好，把发梢也抹上去。前面这个位置呢也是一样啊，把发根不要碰到，都是把发干全部都要抹。前面这个位置呢，它的前面这个位置它的一个发根的一个流向是向后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好，我们从侧面去看。这个还是向后，这个在梳的时候呢也是一样，往前梳，
主要是我们的发干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像这些发梢的一些部分。好，最后这个位置也是一样，刷上去。那这个位置我们刷上去以后呢，全部把它刷上去。这个位置不要刷到发根啊，也是一样，刷发干和发梢就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把它这个刷上去以后呢，好，我们停留个什么5分钟左右，我们就可以什么去洗头。好，现在我们这个整个全头服帖的，然后刷完以后呢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稍微停留个5分钟，然后就去洗头。好，我们在洗头之前的话呢，在毛巾这个里面一定要去点成一个隔热跟那个防水的一个膜啊，只有这样的话呢，才能保证不把人家的衣服洗湿。那在冲水之前啊，也是一样，先什么一个护理。把护理全部都涂抹一遍，先涂抹一遍护理，然后呢，先中和掉我们的一个面粉，不然的话，很多时候呢太干不容易冲干净，也是起到一个什么补充保护头发的一个作用。在冲水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，水压不能太大，水温不能太热。在冲水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记住啊，尽量是顺着头发一个流向毛流进行冲水。先调整水温。好，前面这个呢，我们是可以直接向后冲，因为这一块它的一个流向，我们是要把它什么往后去走。做完以后，一定要用什么？用梳子去梳一下，不要把这个位置刘海这个位置的头发啊，不要把它做得太死。所以这个我们是可以把它往后去冲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侧的头发，这侧的头发流向呢是向下的。是吧？那所以说我们在冲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干嘛呢？好，往下，不能够直接冲。如果你要是直接去冲，冲完以后呢，它的流向就是向下走了。所以就把枫叶往上翻。好，我们冲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是要冲干净。这样去做完以后呢，
保证它的一个流向。好，这一侧呢，因为我们的流向是要往后走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从上往下冲。好，可以把它往后抽。但是鬓角，记住啊，鬓角也是一样，需要什么？用手。好，这一侧的话呢，我们直接往后冲，因为这个流向我们把它是要往后走的，但是鬓角也是一样啊，需要往下。那我们其他的一个局部在做这个服帖烫的时候，同样的冲水方式啊。那前几款的发型的话呢，那只是说在冲水的时候没有去体现出来，所以说呢，出了这么一个全头服帖的。所以呢，冲水的方法都是一样，一定冲水的时候一定记住顺着头发一个流向去冲就可以。好，我们的后部，好，直接向下，我们手指扶住，好，手顺着它的一个什么流向是向下的。所以做服帖烫你要把它做好，冲水是很关键的一步，所以细节很重要。在没有定型之前，你的水压和你的水温都会什么，还有冲水的一个方式都会去改变它整个头发的一个流向。好，那我们做完以后呢，也是一样，用梳子梳一下，这边是向下，好，这边呢是属于向后。好，后侧呢向下都是一样，用梳子把它梳顺。好，那我们把它再次头抹上护理。好，我们把它冲干净。
好，那我们冲水呢就到这边结束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是冲完水，冲完水以后呢把它梳了一下，现在是一个湿发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我们来转圈看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前面这个刘海是往上走了，然后旁边这个留下呢，现在是属于往后。我们可以看到旁边会很服帖，但是呢顶部它的一个发根它是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么贴，只是把它什么带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吹风。接下来我们在吹风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吹风的时候，第一个风力不能过于太大，温度不能过于太高，尽量呢什么用最低的这个什么冷热风去吹，温度一定要低啊。好，也是一样，顺着头发的一个流向，顺着我们做的这个流向去把它慢慢把它吹干。好，现在基本吹干以后呢，我会拿滚梳，然后把上面呢带顺。
好，那现在我们把它吹干，吹干了以后，接下来我们把它进行旁边也是一样啊，进行一个最后的一个精修，把一些毛躁的一些地方都给什么？要把它去刮掉，这些轮廓。一些毛躁的一些地方都把它用推剪进行倒刮。
好，我们旁边的头发已经是修剪完成，接下来我们的表面。觉得有些厚。做一个 C 型的一个修剪，让它产生一个向后的流向。那我们现在修剪完成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开始要定型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记住啊，只要是软化过的头发，就一定要定型。所以我们做过服帖烫也是一样，一定要定型的。所以呢，我在定型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要什么？干发的时候去定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开始定型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定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是用我们这个泡沫壶，我们进行这个泡沫状的一个定型剂。那如果说你有这种膏状的，也是可以的。但是呢，千万就不能够用什么水状。做完以后，用梳子梳一下。
那我们只要定完型以后，再冲水的时候，相对来讲比较随意，就不需要像刚才在做服帖的时候，冲水那么小心。也是这样，定型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把它头发里面梳开梳顺，确保每根头发都有上的定型。定型时间也不用太长啊，5分钟左右就可以。要是觉得不够透，那可以再来一遍。好，我们把它停留5分钟，5分钟以后我们去洗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已经是冲完水，好，接下来我们把它自然吹干。那现在在定完型以后再吹头发的时候呢就无所谓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吹干，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个效果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它吹干，吹干了以后，我们用梳子稍微梳理一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从一个沙发自然卷，然后把它去做了一个全头服帖以后，在自然吹干的一个形态下，会呈现这种感觉。啊，现在呢，整个头发看起来呢就是比较什么有质感，而且呢形状非常好。最后把一些碎的头发。
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整个发型，我们最后擦点发蜡造型品。也是一样，我们先擦上发蜡，不要用太黏的，增加一点点塑形的。好，最后精油，头抹精油是增加头发的一个质感、光泽度。也是一样，不用太多。好，头抹的时候呢，也是一样，不要头抹到头皮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整个全头的一个服帖烫，那我们到现在呢就完成。